以現在的物價，在觀光區裡面20塊已經很少見了。裡面其實還蠻蓬鬆、蠻鬆軟，就是所謂的外酥內軟。95% 以上的店家都沒有開，一些店家其實變得這麼的不容易啊！全台灣第一個用吐司造型蓋的吐司工厂，裡面的口感幾乎會綿密啊！第一次吃到吐司後邊這麼柔軟的，就是還蠻推這裡的是泰式奶茶、松阪豬跟椒麻雞。我們這一集來到了巴黎左岸渡船頭這邊，那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去淡水老街，比較少來巴黎這邊。那巴黎這邊就是也有一條蠻漂亮，然後也蠻多小吃的，他們叫做巴黎左岸渡船頭這邊。那我們就帶大家看一下這邊很有名的，包含聞名很久的，像是所謂的兩相好，就是雙胞胎，還有他們的一些街邊小吃啊，我们就帶大家看一下哪一家大家比較喜歡吃，或是吃起来感覺怎麼樣？那既然是平日人稍微比較少一點，那也可以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巴黎這邊目前的現況是怎麼樣。如果大家有機會想要來巴黎這邊走走的話，或是來巴黎這邊玩的話、逛逛的話，也都可以參考這支影片。其實平日的巴黎左岸其實還蠻少人的，反而比較多的是一些觀光客，就是韓國人啊，還有日本人之類的。那其實在地人還有台北或是台灣當地人的話，其實在平日的巴黎左岸是蠻少人的。那我們現在是買到巴黎很多人來買的玉米，雖然說很多地方都有賣玉米，那我們來試試看看巴黎左岸渡船頭這邊它的玉米怎麼樣。剛剛在那個渡船頭旁邊那家賣玉米那一家，其實這個玉米蠻 Q 的，對啊，雖然我知道很多觀光區的玉米其實都還蠻 Q 彈，也還蠻好吃的，玉米其實差不多，但是這個其實這樣一直以現在的物價在觀光區裡面20塊已經很少見了，一支20塊而已，蠻 Q 彈的，然後還蠻甜的，做剛剛好，20塊 ，CP 值真的超高，只要20塊就可以在觀光區買到玉米哦。這個兩相好就好了，這个就是巴黎，可能全台灣巴黎最有名的兩相好，就是所謂我們以前就是雙胞胎，現在叫兩相好，就是有這種2個炸過的麵包連在一起的，他們叫做兩相好。對，我們來試吃看看。其實我大概已經吃過超過100次了，畢竟小弟本人住淡水，所以其實我媽小時候蠻常來巴黎買。那後來淡水啊、關渡也有一些分店。那這裡就是巴黎純正的兩相好雙胞胎，我們以前都叫它雙胞胎。吃起來還是一樣，很好吃。它就是外層啊，有塗很厚的，也算是有點厚的糖霜，然後它是用下去炸的，但是炸的話卻變成裡面其實還蠻蓬鬆、蠻鬆軟，就是所謂的外酥內軟，外面特別酥脆，然後裡面的話很鬆軟，所以你就會很有層次的咬到一個炸過的麵包。我覺得就是我小時候很喜歡吃的一個炸麵包，就是所謂的兩相好。雙胞胎，對，大家有來巴黎的話，一定要買看這個兩相好，蠻好吃的，外酥內軟。你看這個聲音，就是很悅耳的兩相好的聲音。結果我們現在來巴黎這邊，意外的發現，其實平日基本上沒有人出，連店家都沒有怎麼開。我原本查好的一些口袋名單，大概只有玉米跟雙胞胎就兩相好有開，就真的好像比一些老街還有一些合體還慘哎！我覺得怎麼會變成這樣？我記得我之前一陣子來，可能那時候不知道是不是假日，或是可能過年前吧，那時候還比較多一點店家開。現在是3月20幾號，對，那怎麼會基本上大概95% 以上的店家都沒有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來巴黎吃東西的話，就會建議不要在平日來，不然的話這個還算是蠻慘的。
也不知道怎麼會變成這樣。其實巴黎明明就是一個也蠻漂亮，因為有蠻漂亮的海岸的，然後碼頭啊，它的步道明明都設計得很漂亮，就很好。可能是地理位置稍微比較偏遠一點點，只是我不知道這邊的觀光產業還有這邊的一些店家，其實變得這麼的不容易呀。對啊，就是蠻感慨的。畢竟你看到95%以上的店家沒有開，就知道其實這邊真的蠻慘的，也算是令我蠻開眼界。其實我已經很常來過這邊，但不知道現在巴黎竟然可以變成這樣子的場狀。我們擁有這麼好的自然資源跟人文環境，就是設施也不錯啊，河岸的建設也不錯，腳踏車步道也蠻好的。然後之前來的店家也都各還算有特色，也沒有听過什麼人說，巴黎的店家在割光喝韭菜啊。但是可能真的是地理位置稍微比較偏遠的關係。那我們的祈禱是有一天巴黎還可以恢復像以往的欣欣向榮。我們今天原本預計要帶大家看的店家，基本上只開了2家。那另外我们就先去最近巴黎新開的吐司工廠，也是一個吐司專賣店，就是日升升，好像蠻特別的，也是最近蠻有話題的。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日升升吐司。那等一下最後晚上我們再去小島泰式料理去幫大家開箱看看。我們現在來到日升升，這個是全台灣唯一一個用吐司造型來蓋的麵包工廠，蠻特別的。這一家日升升吐司在今年2月的時候剛開幕，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這個日升升吐司新開幕裡面到底長怎樣，還有它的餐點啊，還有它整個餐廳的環境，內觀跟外觀，我們就幫大家開箱一下。那很特別吧，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建築，全台灣第一個用吐司造型蓋的吐司，算是麵包店嘛，算是吐司工厂日升升。对，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接下来我們就是要來開箱我們今天買的抹茶冰淇淋吐司跟香草冰淇淋吐司，幫大家開箱一下這個日升升吐司，他們的吐司到底怎麼樣呢？這是他們摩卡，摩卡蠻好喝的，以一個咖啡外行的人來覺得它是好喝的。第一個是香草吐司，大家看一下，它就是上面有一球冰淇淋，很可愛，然後還做一個兔子的樣子，來幫大家試吃看看。這個吐司超級酥軟，就是做的非常外酥內軟，超級好吃的。裡面的口感幾乎很綿密啊，然後它在吐司上面還有塗上一層糖漿下去烤，所以它就可以烤成外皮非常的酥脆，但是裡面非常非常柔軟。第一次吃到吐司後片這麼柔軟的。然後冰淇淋的話，我覺得冰淇淋應該是比較屬於普通類型的冰淇淋，就是有點類似像火鍋店維克寧那類型的冰淇淋。我覺得冰淇淋的表現倒沒有特別好。那個吐司真的很棒，只是單價稍微比較貴一點，覺得還不錯，蠻好吃的。就是一份的話大概100多塊，是值得你可以花100多塊來吃的。第二個這個是抹茶，它有加一個很像是 Pocky 嗎？把它試試看看。這個是抹茶吐司，這個抹茶吐司稍微比較日式風味一點的感覺。它上面有加這個粉，就是有點像日式麻糬上面會加那種粉，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粉。有加一點點焦糖的抹茶，有點綴一點點焦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有點綴一點點焦糖。然後呢，吐司一樣外酥內軟，也是非常好吃的。整體的話還不錯啦，對，就是這個吐司雖然單價比較高一點，但是整體吃起來我覺得是蠻棒的。吐司的話，第一次吃到這麼驚豔，它的口感還有它的層次，第一次吃到這麼有層次、口感這麼好的吐司，我覺得還蠻棒的。對，只是單價普遍稍微比較高一點點，所以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大家也可以來試試看，吃一次。偏貴，但是值得來吃一次。那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了小島泰式料理。那第一個，他先上的是這個泰式奶茶，我們幫大家試喝看看這個泰式奶茶。這一間就是巴黎左岸這邊很有名的小島泰式料理，很多人來巴黎渡船頭這邊一定會來吃的這個小島泰式料理。那幫大家先試喝看看這個泰式奶茶。這個泰式奶茶我覺得蠻好喝的，比起一般的像是外面的泰式料理，它的話糖分，甜度大概只有一般像是外面連鎖的泰式料理大概只有一半以下，可能糖分只有1/3而已。我覺得還蠻不錯，因為一般我們對於泰式奶茶的印象可能就是說它的糖分、它的甜度是不能調的。那這個的話，它的甜度其實大概只有市面上一般泰式奶茶1/3，所以我覺得喝起來相對的比起一般的泰式奶茶還來得更不甜膩、更順口。我覺得來這邊也可以推這個泰式奶茶。那我們這一次在這個小島點的就是泰式料理最基本大家最喜歡點的，就是第一個就是月亮蝦餅，然後還有松板豬，還有椒麻雞。因為我們人數真的很少，所以能點的也有限，不然會吃不完，所以我們幫大家開箱這3個品項。第一個是這個是月亮蝦餅，它月亮蝦餅超級厚，超級無敵厚，比起一般的還厚蠻多的，幫大家試試看看。我覺得這一家月亮蝦餅它很厚，但是我覺得它中間那個薑佔比蠻高的，也就是說，第一個就是內餡的蝦仁沒有到很厚實，屬於比較碎塊非常小碎塊的小蝦仁，然後它的外皮是蠻脆的，只是內裡的那個薑我覺得太厚，反而我覺得比較沒有像一般的月亮蝦餅口感那麼好，所以就是這個月亮蝦餅我覺得反而就外表很好看啊，但是我覺得比起以往我们市面上吃過月亮蝦餅，我覺得還來得沒那麼出色。只是它很厚，所以吃起來口感是蠻好的，只是味道跟內餡蝦仁的比重有點，蝦仁比重有點低。味道因為薑有點過多的關係，我覺得反而沒有到很有味道，這是我個人心得啦。但再來的話是大家看一下，這個是椒麻雞，其實也是蠻大一盤的。對，就是來泰式料理必吃的椒麻雞，幫大家試吃看看。那它的椒麻雞也是蠻厚的，那沾一下它特制的椒麻雞的醬。這個椒麻雞這個肉其實還算蠻嫩的，這椒麻雞就蠻好吃的。它的外皮很酥脆，也不會到軟爛，就是它的皮是炸得非常好吃的。然後它配上它給了非常多的蒜跟它的醬料，很好吃，很香。它醬料調的我是調小辣而已，但是我覺得它辣度蠻高的，而且辣味中還有帶一些麻味，就是有點麻辣椒麻的那個麻味蠻重的，我覺得還蠻不錯的。那它的本身雞肉非常的滑順，非常的軟嫩，就是入口即化那種，然後外皮也算蠻酥脆的。我覺得這個椒麻雞就比剛剛的月亮蝦餅還要推蠻多的，就整體椒麻雞的口感，包含它的味道，還有它的醬汁的滑順程度，整體的椒麻雞這一道菜，我覺得算是蠻推的。月亮蝦餅沒有那麼推，椒麻雞還不錯。最後則是這個松板豬，你看這松板豬蠻大一盤的，不過它單價的話一盤是500多塊，算是中高價位左右，但是分量還算不錯了，還可以。但是500多塊 CP 值我覺得就是剛好，就是普通正常價位，也沒有到特別便宜或特別貴。那我們蘸一下它給的這個蒜蓉醬。這個松板豬啊，他們這一家是走比較薄，然後比較大片的，不會像有些松板豬他們是可能切成細長條的啊，或者說比較厚一點的，他們是走比較大片，蠻特別的。因為一般很多人松板豬是吃它的口感，它的話也有口感，但是它切的稍微比較薄一點，那比較薄一點，有點像和牛的感覺，也不是和牛啊，就是我覺得另外一種清爽的感覺。因為一般松板豬啊，它如果切比較厚，你咬下去的話，油脂會比較多，它其實也不難吃，
那它是屬於烤的，那因為它切成比較薄的話，吃起來還是可以吃得出它的層次，只是沒有厚的層次那麼明顯。但是多了一份吃松阪豬吃不到的那種清爽。但是有些人吃松阪豬很喜歡吃，咬下去會有那種除了層次以外，還會有很多油脂爆出來的那種，稍微有一點點油膩感。有些人喜歡這個啦，但是我覺得這個也不是走那一派的，是屬於走比較清爽類的。確實跟我們以往吃的松阪豬會有蠻不一樣的差別，但是還是好吃哦。所以今天我們在這個小島這邊，我覺得像松阪豬跟椒麻雞都還蠻推的，就是他們各有他們的特色，跟一般的椒麻雞跟松阪豬稍微比較不一樣。對，但是我們一開始點的月亮蝦餅，我倒反而沒有那麼推薦，就是還蠻推這裡的是泰式奶茶、松阪豬跟椒麻雞，其他的菜因為沒辦法吃到那麼多，我們只能以這3樣菜再加一個泰式奶茶為主。那這就給大家參考看看。對，那大家就自己斟酌，或是有什麼推薦其他料理好吃的，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講。那我們這集影片大致上就到這邊，這就是最近一期2026年巴黎目前的現況。謝謝大家。